国庆将至，我正在机场等待值机，却发生一件诡异的事。本来正常运行的航班突然通知全部停止。正在我疑惑不解之时，手机上收到短信，国家进入全面紧急状态。而在研究所工作的姐姐却突然打来电话：小白，丧尸病毒爆发了，快点回家躲起来，谁的话都不要相信。姐姐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留我愕然站在原地。虽然难以置信，但姐姐从不开玩笑。我连忙前往租车行，连夜一路开车回到了家。赶回老家小区门口，居然围着无数警察。我刚想去询问发生了什么，却听到一声咆哮。一向和善的邻居大叔正被按在地上，大叔双眼猩红，嘴角流出口水，不断发出无意义的咆哮。和姐姐说的一样，他被病毒感染了，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。警察驱散围观的人群，坚称大叔只是狂犬病，但我心里很清楚，狂犬病怎么会是这种情况？这就是丧尸。到家之后，我一遍又一遍给姐姐打电话，却一直无法接通，一直等到大半夜，姐姐的电话终于打了过来。视频中的她满脸的疲惫和焦躁，身上的白大褂沾满了血迹。她认真地看向我，跟我强调：小博，事情马上就要不可控了。姐姐告诉我，现在不仅出现了丧尸，而且已经出现了新的变种，控制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变异的速度。电视上播出，官方正针对最新的传染病，正在建立避难所。目前，针对最新出现的传染病，官方已启动应急响应，正在全力开展防护工作。姐姐也听见了这边电视的声音，告诉我最好不要去这些避难所。她告诉我，隔离区人员密集，一旦丧尸爆发，很可能瞬间团灭。她叮嘱我，小博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快点去把生活用品都囤积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当姐姐挂断电话的时候，我不禁担忧起的还是她。我只剩这一个姐姐相依为命了。我听从了姐姐的话，先去囤积食物。超市里人满为患，货架上却是空空荡荡。他们或许不清楚丧尸的真相，却本能地选择了抢先囤积物资。一时的犹豫让我在超市里什么都没抢到，只能寄希望于家附近的一个便利店中。便利店情况也差不多，里面也被洗劫一空。不过好歹在角落里找到了几瓶饮用水和压缩饼干，也算聊胜于无了。我刚准备离开，一个警察就快步冲进便利店里，他嘴里神神叨叨地念叨着：我被咬了，我不能出去。我看到他身上的血迹，吓了一跳，心里咯噔一声。我脑海中闪过许多丧尸电影里的情节，被丧尸咬过的人都会变成丧尸。我尽量贴着墙躲开警员，离开了便利店。我回头望去，警员哆哆嗦嗦地拿着锁链将自己锁在一个货架上。我一刻都不敢停留，撒腿就跑。但没跑几步，我就看到了让警员负伤的凶手。转过街角，一个身穿格子衫的丧尸正将另一位警员按在身下。我本想转身逃跑，却认出被袭击警员的脸，这是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程序哥哥。救人的冲动战胜了我的理性，我随手拎起放在一旁的水管，狠狠地冲丧尸扫了过去。水管砸在丧尸头上，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伤害，但还是吸引住了他的注意。丧尸起身，张口发出巨大的咆哮，随后便向我冲了过来，速度快得惊人。我太低估丧尸的强度了，他的速度是我的2倍，几乎瞬间就到了我身前。面对着丧尸的血盆大口，情急之下，我只能将水管挡在胸口。丧尸恰巧一口狠狠地咬在钢管上，但力量之大，还是差点将我掀翻。只见丧尸再次伸手向我抓来，我闭上眼，感叹自己命不久矣。被救下的程序却从腰间掏出了手枪，轰轰2声过后，子弹正中丧尸脑部，腥臭的鲜血溅了我一身。身前的丧尸缓缓滑下，我吓得几乎失去意识。程序却大声开口，让我快跑。我本想拉上他一起，他却抬起手阻止了我。他却指了指自己鲜血淋漓的肩膀，告诉我他已经没救了，让我好好活着。我痛苦地闭上双眼，转身离开。看着我越跑越远，程序松一口气后，一声枪响，世界上又少了一个人。回到家中，想起被丧尸袭击的场景，我心中一阵后怕。丧尸的力量和速度都很惊人，房子扛不住他们的冲击。我立马开始加固门窗，而新闻里也终于通报了丧尸的事情。目前多地出现不明因攻击性行为，相关部门已确认存在新型病毒感染。我冷笑一声，毕竟丧尸已经在大街上袭击民众了，掩盖不住了。新闻里表示避难所已经开始建立，呼吁所有普通民众一起跟随撤离。我听着新闻，转头发消息给姐姐询问意见。姐姐的回复很快就发了过来，她还是保持自己的看法，让我一个人躲起来更安全。事关生死，我决定相信姐姐的话。夜晚降临，避难所的人来了，开始一户一户的搜查幸存者。我将呼吸声降到最低，竭尽全力隐藏起来。小区里大部分居民都很配合，但总有和我一样不愿意离开的。避难所的人对比名单，很快发现了人数缺口。他们又带着热成像扫描仪，重新开始一户一户的搜索。脚步声很快又到了我家门口。门被大力拍响，他们让我出门，告诉我避难所里才是真正的安全。我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只是紧张地挪向更深的角落，躲了起来。夜里，我待在自己的家里，我的房门和窗户都经过了特意加固。避难所的人通过热成像观察着我，他们看出了我内心的抗拒，察觉到了我不愿离开的坚持，明白失去这些屏障我会更不安全，所以他们放弃了破门的想法，他们选择尊重我的个人选择。随后，他们转身默默离开。临走前，他们留下了一句祝福。那句祝福很简单，祝我平安。周围的声音渐渐完全消失，小区里的运输车辆也尽数驶离。
确认安全后，我才小心打开房门。家门口静静放着一个纸箱子，这是避难所的人特意留下的。我打开箱子，里面有一些饮用水，还有不少压缩饼干。物资中间夹着一张小小的便签，便签上写着避难所的具体位置，上面还提示我遇到危险可以去求救。我把这些东西收回屋内，心里十分感动。如果不是因为姐姐，我大概也会跟他们走。我将这些物资仔细收拾好，又检查了一遍囤积的生活用品。姐姐因为工作原因有囤积物资的习惯，她每次回家都会带来很多吃的。现在家里的柜子依旧满满当当，加上这些留下的物资，足够我撑过1个月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掏出手机，我想给姐姐发消息，告诉她我的情况，可手机屏幕显示无信号，危急已经彻底爆发。此刻每个人都成了一座孤岛，从现在起就是我一个人的丧尸求生。家里安装了太阳能设备，手机依旧能够正常充电，但手机信号却从未恢复过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能联系上姐姐。不仅如此，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，我严重低估了自己消耗食物的速度。原本以为能吃1个月的食物，仅仅2周时间就消耗了大半。我开始拼命减少食物消耗，可囤积的食物还是慢慢见底了。别无选择，我只能冒险出门寻找食物。我已经整整3周没有出过门了，我不知道外面现在乱成什么样子，手机信号一直没有恢复，看来丧尸还没被完全控制。好在小区里大部分人都跟着避难所走了，当时小区附近的丧尸也被及时处理，要么被控制，要么被消灭。没有活人，丧尸自然不能凭空出现。即便整个小区空空荡荡，我依然保持着十足的警惕。我的武器是一把消防斧，它来自小区的消防柜。这把消防斧本来是用来防身的，现在却成了我砸开别人家房门的工具。我一家接一家的砸开房门，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。大家撤离时大概把所有食物都带走了。我找了很久，累得快筋疲力尽，却没找到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对面楼有活人活动的迹象。我小心翼翼地朝着对面楼靠近，没想到真的在房间里看到了另一个活人，那是陈奶奶，她是我父母的好友。陈奶奶从小就很照顾我和姐姐，她也看到了窗户后的我，接着她微笑着冲我挥了挥手。陈奶奶开口问我是不是没有吃的了，我摇了摇头，没有直接回答。我心里满是好奇，想问问她的情况。我向陈奶奶询问为什么没去避难所，陈奶奶轻轻摇了摇头，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不想当拖累。其实陈奶奶今年也就70多岁，平常也没听过她有什么疾病，根本谈不上拖累别人的地步。陈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，夜里我来到陈奶奶家，陈奶奶是这个小区里知晓不少八卦，摸清各家情况的老人。她家里没了物资，又因身体原因没法出门搜索，便拜托了我。有了她的指导，我的搜寻效率确实提了上来，可收获依旧寥寥，只找到些不值一提的东西，根本不够我俩果腹。正要离开时，身后突然传来声响，我心里一紧，握紧消防斧，猛地转身，警惕地盯着四周每一个角落，忍不住喊出谁。那一刻，我的双腿止不住打颤，定在原地不敢挪动半步。没想到竟是一只猫从柜子里钻了出来，我长舒一口气，紧绷的神经一松，反倒有些手脚发软。无意间，我瞥见那猫钻出来的柜子里竟放着我们急需的口粮，我赶紧找了个袋子把东西装好，带回了陈奶奶家。夜里，我点上蜡烛，和陈奶奶一起分配食物。这时，陈奶奶转身回屋，拿出一台收音机递给我。小柏啊，你帮我看看我这收音机还能不能收到音波了。我琢磨了一会儿，试着调了调频率，没想到这台收音机居然真的接收到了信号。收音机断断续续播报着17号避难所的通知，重复着天水路298号的地址。我和邻居陈奶奶对视一眼，她问我当初没跟着走，现在要不要考虑去？我摇摇头，我得先找够物资去寻姐姐，没法去避难所，也带不了她，但我放心不下她，正想劝她去，陈奶奶像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主动说愿意去避难所。我又惊又喜，连忙说能送她到避难所外围，可我得先找姐姐，没法陪她进去。话音刚落，蜡烛就燃尽了。夜深了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总有些不安。熬到天亮，我赶紧敲陈奶奶的房门，想送她出发，可敲了许久，里面毫无回应。我心里一沉，撞开了房门，只见陈奶奶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我手都在抖，慢慢靠近，看见床头柜上的纸条，是她清秀的字。很高兴人生最后几天与你度过，希望小柏得偿所愿。我沉默良久，才确认老人已经没了呼吸，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，满心愧疚与不舍，终究只剩一声叹息。陈奶奶是吃了药走的，该是没什么痛苦，但她的离开还是给了我巨大冲击。关上房门，我本该按计划去找姐姐，可心里像被抽走了动力和方向，只剩浑浑噩噩。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，连周围的声响都没察觉。等反应过来时，一只丧尸已经冲到了眼前，看着他咆哮的样子，我暴怒的大喊滚开，可丧尸根本不会退缩。我终于回过神，狼狈地躲避着攻击，拼尽全力不让它咬到自己。
这只丧尸体质本就较差，体能不算夸张，我还能勉强应付，但我的体力在快速消耗，它却不知疲惫，这样耗下去迟早会出事。我急着寻找生机，突然想起一条熟悉的路。1个月前，程序就是在这儿被袭击后自杀的，说不定他的尸体还在，身边的枪也还在。我决定赌一把，拼尽全身力气朝事故现场狂奔，身后的丧尸紧追不舍。转过街角，我眼前一亮，赌赢了。秩序崩塌后，没人清理街道，丧尸也对尸体没兴趣，程序和那把枪都还在原地。丧尸的咆哮越来越近，我迅速捡起地上的枪，近距离对准他的脑袋扣下扳机。丧尸不再动弹，我又一次活了下来。我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，心里满是崩溃。短短1个多月，这些年建立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，一桩桩悲剧在脑海里盘旋，只剩最后一丝理智支撑着我。恍惚中，我想起了陈奶奶，想起她最后说的话：很高兴人生最后几天与你度过，希望小柏得偿所愿。靠着这句话，我奇迹般冷静下来，强压下恐惧和悲伤，开始思考下一步。我看到路边遗留着一辆摩托车，拆开钥匙孔对接零线火线，没想到竟然发动了。我骑上摩托赶往最近的加油站，加满油后回到小区，收拾好所有物资，深吸一口气，是时候出发找姐姐了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姐姐所在的 A 城军备研究所。突然想起之前在陈奶奶家收音机里听到的天水路避难所，或许能去那里寻求帮助，或是套取些有用的情报。于是我朝着天水路赶去，还没到目的地，就听到了巨大的吵闹声。我心里立刻警觉起来，这么大的动静肯定会吸引丧尸。顺着这个念头往下想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这里已经变成丧尸集中营了。想到这，我立刻发动摩托逃跑，可丧尸已经发现了我，疯了似的追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我忍不住骂了一句，做梦都没想到我竟会主动朝着丧尸窝的方向靠近。幸好摩托提前加满了油，丧尸追不上，我总算能稍微松口气。刚甩开身后的丧尸大军，一座尸山就横在眼前，几乎堵死了整条路。我只能减速，想从边角慢慢穿过去。谁能想到，尸山后面还藏着一只丧尸，正在大快朵颐。他闻到我身上的活人味，瞬间来了精神。比起死了几天的腐尸，新鲜的血肉显然更合他的意。那丧尸猛地抓住我的腿，一把将我从摩托上拽了下来。我抬腿一脚踹在他脸上，把他踢飞出去，嘴里骂着让他去死。骂归骂，逃命的速度一点没慢。我拼了命往摩托那边跑，丧尸在身后穷追不舍，眼看就要追上。我转身狠狠扔出手里的消防斧，没敢回头看是否命中，只顾着往前冲。终于跑到摩托旁，可车子实在太沉，我怎么也扶不起来。身后的丧尸越来越近，我只好放弃骑车的念头。想起附近有个码头，我立刻改道往那边跑，心里盼着下了水就能躲开这些丧尸。冲到码头，我却没看到一艘船，绝望瞬间裹住了我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瞥见远处有个白色小点，走近一看，是一艘搁浅的小游艇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我飞快登上游艇，反手关好舱门。我从没开过游艇，对着控制面板一通乱按，可游艇就是发动不了。岸边的丧尸已经陆续下水，朝着游艇围过来，甚至有一只已经爬上了船舷。这时，游艇舱内突然传来动静，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硬着头皮走进去。眼前的景象让我呼吸一滞。一具女性丧尸被手铐铐在墙上，她挣扎着朝我扑来，却被手铐死死拽住。幸好有这副手铐，不然我上船时早就被她袭击了。惊恐过后，我发现她身旁放着一本游艇驾驶手册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捡起手册，按照上面的指引操作，终于成功发动了游艇。那些正在爬船的丧尸全都被我甩进了水里。开着游艇驶离岸边，我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舱里的女丧尸，一直和她待在一起终究不是办法。我想过把她扔下去，可又怕扔她的时候被袭击。转念一想，她现在根本挣脱不开手铐，带着也不费事，便决定先这样。我仔细想过了后续的路 ，A 城是内陆，坐游艇根本到不了。最终我决定先去离 A 城最近的城市，在那里找下一个交通工具，这样才能赶到姐姐身边。主意刚定，正在航行的游艇突然停了下来。我探出头，发现自己被一只团团包围了。丧尸不会开船，包围我的肯定是人。很快，有人跳上游艇，轻松打开了门。他举着枪对准我，我赶紧举手示意自己没有武器。这个带我上船的男人，后来告诉我他叫逍遥。被押上游轮后，我发现了诡异的一幕。我很确定还在国内，但游轮上的人除了我和逍遥，其余的看着都像东欧人。逍遥盯着我看了片刻，开口问道：“中国人，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告诉他我是化学工程师。之后，他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跟另外3个人说了些什么。说完，他带我走向游轮最底层的一个房间。我不知道他跟其他人说了什么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只能跟着他走。进了房间，他才开口，语气依旧冷淡。我告诉他们你是机械师，会维修。我有些意外，本以为他会如实说明。逍遥听完我的反应，冷哼一声，直白地告诉我，要是实话实说，我立刻就会被丢进海里。这伙人给我的印象越来越像前几年新闻里报道的团伙海上杀手。丧尸爆发后，他们就四处作案，一直没被抓到。以前新闻里说他们都在国外活动，从没在国内出现过。我没忍住问逍遥，他们是不是海上杀手？逍遥只是意味不明的哼了一声，没正面回答，只告知了我要做的事。他让我后天带他们去内陆的银行和大型超市，说他们需要黄金和物资，还警告我别动别的心思。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像是有话要说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讲。我点点头，他转身离开时，一张纸片掉了下来，我捡起一看，上面纸浅浅写着一句：“我会让你离开。”
我一直琢磨着这句话，心里拿不准他到底值不值得信任。这时，我突然想起姐姐小时候跟我说过的话，我喃喃念了出来：你能相信的永远只有自己。念完这句话，我下了决定。趁着夜深人静，我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好，偷偷走到游轮最下方。以前看海上侦探小说时，我知道这种大游轮一般都会有小皮划艇。很快，一艘小皮划艇出现在我眼前，我盯着皮划艇开始研究怎么使用，完全没注意到身后有人靠近，直到一声别动传来，我才惊觉身后的动静。下一秒，枪口就抵在了我的后背上，我浑身一僵，立刻举起了手。是逍遥，他之前说过会让我走，此刻却沉声道：不是现在。我原本以为他会当场开枪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我忍不住问他，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他？逍遥冷哼两声，反问我现在还有什么理由不信？我的命攥在他手里，除了相信，我别无选择。正说着，拐角处走来一个人，是游轮上的东欧人。他一出现就举起枪对准我，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话，眼神里满是敌意。没等我反应，他突然扣动了扳机。万幸，子弹只是打在了我的脚边，溅起一阵碎屑。逍遥立刻怒骂回去，同时也对着那人开了一枪，同样没有打中。我瞬间明白了，东欧人是在吓唬我，而逍遥是在反过来警告对方。那东欧人哈哈大笑几声，没再纠缠，转身就走了。逍遥脸上依旧带着怒气，他没有解释刚才的事，只是示意我跟他回去。他叮嘱我没事别乱跑，他不是每次都能替我兜底。我默默点了点头，终究还是没问他刚才和东欧人说了什么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按他的意思做，转身跟着他往回走，心里满是不安与疑惑。一路上，我满脑子都在想一个问题：我到底能不能信任逍遥？思来想去，始终没有答案。但我不能一直困在这里，我必须去找姐姐。游轮终于靠岸，他们拿出地图，逼着我画出附近大超市和银行的位置。我有些不情愿，下一秒就有枪口抵住了我的脑袋。我不敢反抗，赶紧把知道的位置都画了出来。下船后，逍遥依旧用枪抵着我的头，防止我趁机逃跑。我被迫跟着这伙人前进，越发确定他们就是新闻里的海上杀手。他们弹药充足，面对蜂拥而来的丧尸，丝毫没有畏惧。每到一个我标注的地点，他们就开始疯狂扫荡。逍遥的枪始终没离开我的头，却突然低声对我说：等回到船上，我们就走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却再也没说一句话，也没给我任何眼神，只是专心扮演着看守我的角色，没有跟着其他人去抢掠，只是静静站在一旁观望。等所有人都抢掠尽兴，逍遥押着我回到了游轮上。他随手抛给我一把枪，没问我会不会用，只冷冷地说：等会儿杀不了人，就要被人杀。我看着他，反问：如果我可以呢？他看着我，清晰地说：那我们就一起逃出去。听了逍遥的话，我赶紧回想相关经验，可我只在游戏里接触过枪械。逍遥看出我的茫然，说不指望我和他一样，只求我别死。我点点头，只盼着不拖他后腿。看着逍遥，我忽然涌上莫名的熟悉感，忍不住问他是不是以前认识。逍遥说不认识，我自己都愣了。战斗要开始了，我紧张地握住逍遥给我的枪。海上杀手没几个人，我们配合好就能解决。几个杀手说说笑笑走进船舱，手里拿着黄金和必需品。逍遥立刻扣动扳机，走在最前面的杀手被击中倒地。我赶紧开了几枪，却没伤到瞄准的杀手，他还凭着声音和火光锁定我的位置，冲我开枪还击。我吓得躲到掩体后，心脏狂跳，后悔自己太冲动，也担心逍遥会不会暴露。枪声一直没停，我不敢随便抬头，怕被击中。直到最后一声枪响停下，我知道胜负已分。我探出头看向逍遥，他完好无损地看着我，眼神很平静。我刚要松口气，以为我们赢了，瞳孔却猛地一缩。我看到他身后冒出一个丧尸，正准备攻击他。我来不及多想，举起手里的枪，朝着逍遥的方向开了一枪，大喊着让他躲开。夜晚的游轮上，我开枪没能精准打中逍遥身后的丧尸，只打在了他旁边。但我的喊声提醒了同行的逍遥，他反应比思考还快，立刻弯腰翻滚，堪堪躲过了丧尸，还沉着地拿枪反击。我透过游轮窗户看到了无边无际的丧尸，赶紧告诉逍遥他们追过来了。逍遥点了点头，一点也不意外，毕竟我们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还有血腥味，引来丧尸本就正常。之后，逍遥去了控制室，释放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皮划艇，上面装着能放下的最多物资和武器。他带着我一起离开了游轮，到了海面上，暂时不用再担心丧尸的威胁。航行中，逍遥突然问我为什么会觉得认识他，我没多说，只是含糊带过了这个话题。低头想看看逍遥都带了些什么，却意外发现我一直随身携带的手机亮了。这些天没信号，我索性没看过他，没想到现在还有电。看清来电的人，我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是我姐姐宋秀。我急忙接起，喊了声姐，可电话那头的她说话我根本听不清。听到宋秀的声音，逍遥原本诧异的神色变得郑重起来。他没经过我同意就接过了手机，沉声对电话里的宋秀说他会和我一起过去找他。手机耗尽最后一丝电量关机，我没能听清姐姐最后想说的话，心里满是疑惑，逍遥怎么会知道姐姐的身份？小船晃晃悠悠靠了岸，我想问问逍遥这个问题，可话到嘴边终究没说出口。手机关机后，逍遥就没再看过我一眼，显然不想谈及这件事。他平静地带着我往医院走去。我有些不解，医院向来是丧尸聚集最多的地方。逍遥告诉我，医院顶楼有直升机，一路上不断有丧尸靠近。如今我已经不再对他们感到恐惧，只要不是一大波同时涌来，我几乎能单独应付。进医院前，逍遥叮嘱我，让我不用管他，一路往顶楼奔。我只能点点头。
我一路狂奔，医院里的丧尸果然格外多，好在大部分都被逍遥解决了，我只需专心往上跑。顶楼没有丧尸，大概是因为门关得太死，我费了好半天劲才把门打开，赶紧大喊让逍遥快进来。等他进来后，我立刻关门，努力把门锁好。可外面的丧尸已经集结了很多，这扇门撑不了多久。逍遥率先坐上直升机启动，我正准备爬上去，却竟然发现门已经被撞开。离我最近的一只丧尸就在身后，已经张开嘴朝我靠近。我的枪已经没有子弹了，只能放手一搏。我掏出同伴逍遥给我的匕首，刺向丧尸。丧尸被一刀扎得摇摇晃晃后退，我趁机爬上了直升机。丧尸越来越多，有的甚至抱住了直升机的起落架。逍遥不管不顾，直接启动了飞机。我的心脏跳得太剧烈，长出一口气后才喃喃道：“活下来了。”逍遥没有说话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但我们确实暂时脱离了危险。直到飞机快要抵达目的地，逍遥才有些犹豫地开口。他说他现在怀疑宋研究员的真正意思。我听得莫名其妙，看着他。逍遥又说当时的电话我没有听到最后。我点了点头，不明白这和姐姐的真实意图有什么关系。逍遥终于看了我一眼，语气沉重地说出了一句我从未想过的话：如果姐姐说的是研究所已经沦陷了，不要再来了呢？我想到这种可能性，浑身像掉入了冰窖。我忍不住反驳，那也可能是他们已经有了解决方法，要我们过去呢。逍遥摇了摇头，没再多说。我们俩都心知肚明，要是真有解决办法，到那座城市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在我们焦虑不安的时候， A 城马上就要到了。逍遥找了一个顶楼，将飞机停稳之后告诉我，当下最要紧的是要先找到燃油，万一研究所沦陷，我们还得靠飞机逃生。我明白他的顾虑，可是我依旧想知道最后一个亲人的下落究竟如何。顶楼的门锁得很紧，我举着枪紧盯着门板，不知道后面会是什么。逍遥深吸一口气，猛地拉开门，我神经一紧又瞬间放松下来。门外空无一人，这里太诡异了，没有丧尸也没有活人，只有墙上擦不掉的干涸血迹，像是发生过什么，但又经过一次处理。奇怪的场景让我们俩都皱起了眉头。逍遥询问我是否还记得姐姐所在的研究所的地址，我点了点头。我们约定好去那里寻找燃油和姐姐。我和逍遥神经高度紧张地跨过街道，一路来到研究所。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，路上连一只丧尸都没遇到，他们仿佛凭空消失了。站在研究所门前，我们约定不管有没有找到目标，1小时后都要回到门口汇合，如果有紧急情况就直接鸣枪。分开之后，我循着记忆小心翼翼地走向姐姐的办公区，深吸一口气后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忍不住惊呼：我的天！我走进军备研究所，一股混杂着腐烂与血腥的恶臭扑面而来，这里一片狼藉，到处都是已经腐烂发臭的尸体和血迹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我捂住嘴，强忍着恶心，尽量没让自己吐出来。我本以为经历了末日丧尸爆发，早已习惯这些场景，可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我难以承受。我最担心姐姐在这些尸体当中，我忍着不适，强压下满心的恐惧与不适，一句一句的去翻查尸体，企图从这上面找出来一些身份线索。直到翻完最后一句，我才松了口气，姐姐不在其中。可悬着的心刚放下，更深的焦虑又涌上心头，她到底去了哪里？我顾不上观察周围的情况，目光急切的到处搜寻，渴望找到姐姐有没有给我留下一丝线索。终于，我在地上看到了零碎的纸条，我一眼认出这是姐姐的字迹。我快步上前捡起，指尖微微颤抖。我拿纸条逐字的看，可上面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我忍不住心里发慌，姐姐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这里没有她的踪迹，再停留下去也毫无意义。我握紧纸条，转身准备离开。我走向门口，去和逍遥会合。我想看看时间，掏出手机才想起早就没电了，只能凭着自身感觉判断。眼看约定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，我又在门口等了好久，逍遥始终没有回来。他一向做事认真又准时，不可能会延误这么久。我有些焦躁，最终还是决定去找他。我努力回忆着分开后逍遥前往的方向，随后就往那里而去。可越往前走，眼前的景象越让我震惊。这里的场景远比姐姐的办公室惨烈得多，腐烂的尸体几乎堆积成山，不知道多少人死在了这里。我终于还是没有忍住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擦干嘴角，我强打起精神，准备继续去寻找逍遥。正要扶墙离开，却听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声音：小柏。我的呼吸瞬间停住，时间仿佛也凝固了。我转头看到的竟然是已经死了的程旭。我们两两相望，只剩下震惊。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。程旭微微笑着看着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动手。小柏。我开枪了。恍惚后我才看清，那不过是一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丧尸。我疑惑为什么我会看到程旭哥哥，难道这只是幻觉吗？我想起姐姐之前说过的话，丧尸中间出现了变异，已经到难以控制的地步。难道这就是姐姐说的变异丧尸？逍遥的声音突然传来，他肯定了我的猜想，说这是已经进化后的丧尸，能迷惑心智，让人误以为是在乎的人。我被突然出现的他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抬枪对准他，他也举枪对着我。逍遥提醒我，变异丧尸只能模拟死去的人，我们都还活着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只是在测试我，心里大大松了口气。我忍不住抱怨，问他为什么没有按约定回来，可他没有理会，只是看着这些丧尸有些面色奇怪。他说在这里找到了燃油，但这种进化的丧尸他也是第一次见。在确定彼此身份后，逍遥让我离开这里，我听从了他的决定，毕竟我们还有别的任务，那就是要找到姐姐。
看着研究所内的场景，我心中隐约有些猜测，也许这次末日丧尸的根源，或许和姐姐他们有关。我胡乱点点头，跟着逍遥回到停直升机的顶楼，正要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远方却突然传来3声枪响，而声音的来源正是我们刚刚离开的军备所。我是宋博，一名化学工程师，身旁的逍遥是军方人员，我们正一起寻找我的姐姐宋秀，她是军队研究员，也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军备所方向突然传来3声枪响，我和逍遥对视一眼后，立马冲回了军备所。既然传出了枪声，就证明这里一定有活人，只要有人，我们就有希望知道这里的真相，还能打听姐姐的下落。可是距离太远，我们只能大致锁定枪声来自军备所内部。这次我们没敢分开行动，一路并肩寻找枪声来源，最后停在了一间控制室门外。我从没踏足过这里，逍遥说他之前来过，却被门上的密码锁拦住。看着面前的密码锁，我挠了挠头，我们不知道密码，也不知道门后究竟是什么，一切都是未知数，我们只能去赌。逍遥绞尽脑汁思考，突然他福至心灵一般看向我，问我和姐姐最难忘的日子是哪一天。我愣了一下，立刻报出那串数字。他直接输入密码，控制室的大门竟奇迹般的开启了。门后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倒在控制台旁的身影，那是我的姐姐宋秀，只是她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姐姐的尸体倒在控制台旁，手中紧紧攥着的是一根针管，里面充满着不知名的液体。我冲过去尝试做急救，逍遥先我一步做完最基本的检查，摇着头告诉我，姐姐死了有一段时间就不活了。悲伤没来得及蔓延，我立刻看向控制室的电脑，姐姐在电脑上留下了3段视频，或许里面能有我想要的真相。我咬着牙点开第1段视频，屏幕里的姐姐开口就说，当我看到这段视频时，她应该已经死了。她坦言，丧尸病毒的爆发确实和研究所的项目意外有关。那天打电话给我，其实是想让我来找她拿试剂。我的眼睛转移到姐姐手上的那根试剂，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做什么的，但我猜测应该是跟丧尸有关系。他接着说，所有研究人员都难逃其咎，纷纷选择去疏散群众，捕杀丧尸赎罪，只有他把自己关在控制室里，守住这根试剂，等着我和逍遥到来。他还说不确定逍遥会不会来，毕竟他被派去执行任务太久，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也是这里的一员。现在事已至此，我们奇迹般混在了一起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第1段视频结束后，我沉默着点开了第2段，画面很模糊凌乱，看得出来是姐姐在奔跑挣扎的时候拍下的。她喘着气，声音断断续续，说出现了新的丧尸变种，居然能变成我们心里想的那个人的模样。不过姐姐很快又说，还好，根据目前的测试，这种丧尸只能变成已经去世的人，还没出现过变成活人的情况。我和逍遥对视了一眼，我们之前遇到的正是这种丧尸。姐姐跑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举着拍摄设备继续说，如果我们遇到了也不用怕，直接开枪就好，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在意的那个人早就不在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忽然愣住了。如果这种丧尸只能模拟死者，那我之前遇到的为什么是程序而不是姐姐？难道我碰到那只变异丧尸的时候，姐姐还活着？我和逍遥交换了个惊疑不定的眼神，接着往下看。姐姐说，等我们把尸剂带出去，就去逍遥原本所在的部队，这是他们竭尽所能想到的最后一种办法。最后，姐姐看着镜头，轻轻说了句，小柏，再见。第2段视频结束，我没有半分犹豫，立刻点开了最后一段。发现时间截止到在这之前的1个小时，姐姐捂住正在流血的腹部，脸色渐渐变得苍白。她说自己已经被感染了，即将发生变异。犹豫过后，她用最后3枚弹药结束了自己，紧接着锁上了控制室的大门。姐姐说，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我们，如果有人看到这段视频，一定要把试剂交给军方，这是全人类的希望。最后，她眨了眨眼，轻声说，如果有人见到我的妹妹宋柏，请告诉她，姐姐爱你。我就这样看着她的眼睛慢慢闭上，再也没有睁开。视频结束，空气里只剩沉默。逍遥掰开姐姐的手，取出了那根试剂，看着我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俯下身，轻轻抱了抱姐姐，在心里默念，姐姐再见。我们转身离开，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掉眼泪。我问逍遥，按照姐姐的嘱咐，去她原本所在的部队需要多久？他研究了地图，告诉我最多3个小时。就在我们离开的那一瞬间，全世界所有的能够接收到信号并且有电的设备都接收到了一条消息：丧尸已拥有智慧，我们是世界上最后的人类，是与不死者战斗的最后一批人。世界或许会因此毁灭，而我们为此重建。